你刚才在外面是不是疯了？用一瓶毒药当众威胁2个金丹后期，还顺道敲诈了元婴大能。你知不知道，只要金算子刚才有一丝杀心，他能在你倒出毒药之前，用神识直接把你碾碎。他不敢。金算子这个纯粹的生意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陌生人的挑衅，拿自己和一传弟子的命，去赌我那瓶万物归寂散的挥发速度？更何况我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着维护商盟外围玲珑的旗号敲他竹杠。他不仅不能动我，还得乖乖顺水推舟给我赏赐，好彰显星海商盟的大度。这就是阳谋。疯子，那你真有把握毒死元婴老怪？那瓶药只是吓唬人的，元婴老怪的护体罡气厚得离谱，真要打起来，那点毒气顶多让他掉层皮。不过结果是好的，5大极毒本源的最后一块拼图，土系至宝9天息壤到手了。老规矩，灵石对半分，那些法器和阵盘归你，我只要所有带毒的灵草、废丹和玉简。对了，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回苍梧仙城吗？有了这笔巨款，终于可以去购买压制体内暗伤的高阶材料了。等等，这里可是金算子的地盘，元婴老怪的非洲上到处都是阵法眼，你在这里把带着宗门印记的赃物倒出来分，是嫌命长吗？苏掌柜果然心细，那就憋着，等到了苍梧仙城，找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再开。苏掌柜，咱们到了苍梧仙城后有什么打算？苍梧仙城是正道联盟的10大主城之一，规矩森严，绝对禁绝私斗。我们在外城租一间铺子，我负责卖阵法，你负责提供极品丹药。以仙城的消费能力，我们很快就能攒够你突破所需的资源。好，到了那里，你就是老板娘，我还是给你打下手的炼丹师。我要闭个关，非生死危机，绝不许打扰。元婴老怪的威压真不是人扛的，表面装得稳如老狗，5脏6腑都快被那股气机给碾碎了。虽然用毒药吓住了对方，但那可是实打实的金丹与元婴威压。身为炼气6层的我，硬扛那等恐怖的气场，身体早就超负荷了。但所谓祸福相依，刚才那3股恐怖绝伦的威压，竟然将我在秘境里因为连续嗑药而导致的一丝虚防真元，给硬生生砸得无比凝实，省了我至少半年的打磨之功。破后而立！炼气7层。诸位道友，苍梧仙城已到，非洲即将降落，请准备下船。你的隐匿功夫又精进了。小友，既然到了，不如去万宝楼喝杯茶，老夫必定以上宾之礼相待。多谢前辈厚爱，只是晚辈修为浅薄，加上在秘境中受了些惊吓，此刻只想找个偏僻的客栈闭关压压惊，改日定然亲自登门去万宝楼拜谢前辈。小友果然是个本分的丹师，也罢，老夫最喜欢和稳重的人做生意。这块万宝楼的刻验灵牌你拿着，在城里遇到麻烦，可以去任意一家分号求助。长者赐，不敢辞，多谢前辈。大掌柜，这2人身上绝对藏着大秘密，就这样放他们在外城乱晃，要不要派暗子盯着？不用盯，苍梧仙城的水深得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修为卡在炼气6层，靠着给别人打杂勉强糊口的底层散修。就这儿了。好地方，环境越恶劣，越不会引起那些大商会的注意，用来做咱们的隐蔽据点，再合适不过。前主人得罪了人，连夜跑路，我花300灵石买的100年契约，虽然破了点，但很隐蔽。3层防御，2层隐匿。现在这间屋子，就算元婴老怪用神识硬扫，也只会觉得这是一片虚无。你可以开工了。苏掌柜，你的阵法确实让人有安全感，有这等防御，终于不用再往地下钻了。除了灵石，这帮名门天骄的包里果然藏着好货。这是2阶上品的炙岩紫金炉，可惜被污染成了废铁，但用青皮葫芦吸几天就能焕然一新。游龙折眉布、水术术残片，还有这雪煞宗的魔道炼神神邪术、少魂血炼术。葫芦大爷，干活了，把里面的杂质和精神污染全给我榨干。1阶极品控制玄水毒术阵，完美弥补我的控制短板。1阶极品身法缩地成寸游龙影，方圆10丈内犹如瞬移残影，谁也摸不到我一片衣角。
还有这最核心的上古炼神绝学千幻眼神诀，神识扫过，绝无人能看穿我的底细。痛快！炼气8层，修为也跟着水涨船高。吸，装备升级了，功法大成了，有了这3门神功的加持，在这苍梧仙城终于有了自保的资本。趁热打铁，这半个月在非洲上没法动手。材料齐了，开炉。这批货品质比之前在雾隐峡炼的还要好，是时候让苍梧仙城的土包子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化腐朽为神奇了。3天了，连个问价的都没有，你这古方残丹是不是玩砸了？大姐，好饭不怕晚，连人家的零头都抢不到，还会被盯上。只有这种奇货可居的偏门生意，才能在夹缝里撕开一条血路。药，给我救命的药！客官，去对接的大药房吧，我们这儿只卖残丹，吃死不赔的。那帮黑心的庸医说，这里要100块钱下品灵石才肯出手接我的断臂，给我你们那什么古方残丹，我要是死了就拉你们垫背，要是活了，这条命以后算你们一半。鱼上钩了，就这一颗，能不能活，看你自己的造化。死马当活马医了。这怎么可能？多谢掌柜救命之恩，我狂刀李三发誓，以后我猎妖小队所有的丹药和符箓，全都在有客来包了。你这招奇货可居加口耳相传，算是玩明白了。这李三是个大嘴巴，不出3天，咱们这铺子的门槛就要被那群人踏破了。苏掌柜，你前2天不是说打听到半个月后苍梧仙城有一场3年1度的地下暗拍吗？没错，明面上的拍卖会，好东西全被大宗门内定了，只有地下暗拍才是咱们散种淘宝的地方。而且，据说这次暗拍的压轴拍品中，有一株因为保存不当，灵气流失了70%以上的紫猴花。对于别人来说，流失了70%灵气的紫猴花就是个高价废品，买回去炼筑基丹也是100%炸炉。但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天造地设的极品材料，就是它了。等咱们的名气在底层散修里打响，攒够了这第一波起步资金，那株被所有人视为垃圾的筑基主药，我势在必得。狂刀李三的断臂奇迹像在干柴堆里扔进了一颗火星，短短3天，这间原本门可罗雀的破铺子门赶快被踏破了。掌柜的，给我来一颗那种能接断手生拔我古方残丹，我出100块下品灵石，我出150，我大哥中了冰茶毒，急等救命啊！都给老子闪开，我出800。每日限售3颗，价高者得，多1颗都没有。越是买不到，价格就被炒得越离谱。成本不到5块下品灵石的羊粪蛋仙丹，成交均价硬是被抬到了400块下品灵石1颗。18000块下品灵石，这笔钱就算是去大商会买一件极品法器都绰绰有余了。咱们真的要在明天的交易会上，为了那株流失了70%灵气的残次品紫猴花，跟那些老怪物拼财力吗？必需品，没有主药拿什么筑基？咱们这点钱只能算是刚拿到入场券罢了。苍梧仙城3年1次的地下交易会，背后有散修联盟的元婴大星坐镇，专事拍卖大宗门与家族不敢公开交易的特殊物件、古旧残品及难以鉴定的上古遗物。紫猴花只是我的第一目标，但凡带毒、被污染的顶级材料，我都要尽数收入囊中。有了这层双保险，就算里面坐着金丹中期的大能，不用强行探查神识，也绝不可能看穿我的底细。老六逃生位，一旦发生炸场等突发境况，这个位置能在第一系的时间内溜之大吉。人真多，看前排那几个身上不经意泄露的气息，绝对是筑基后期的老怪物。诸位道友久等了，规矩大家都懂。第一，认钱不认人；第二，出了这扇门，生死各安天命。但在会场内，谁敢动武，妾身拼着这几百年的修为不要，也得请他尝尝3位元婴老祖设下的9霄神雷阵。闲话少说，拍卖开始。第一件拍品，筑基期大朽的本命飞剑残骸，里面蕴含了一丝极其纯粹的精致剑意。起拍价10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接下来这件压轴拍品有些特殊，想必懂行的道友已经认出来了。不错，正是炼制筑基丹的3大主要之一，100年份的紫猴花。可惜保存不当，流失了70%以上灵气。起拍价
5000下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00。没人抢，太好了，最好直接流拍，我底价捡漏。6000块。是魔门万毒谷的人，听说他们有一门偏方，能用残次品的筑基主药强行炼制一种能增加2成筑基几率的血毒丹。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而且还是心狠手辣的魔修。不过我这个月可是狂揽了18000块灵石的黑市药王。7000块。8000块。9000。1万块！小子，你一个散族废物，买这东西回去熬汤喝吗？这株死后花，我万毒谷要定了。毒童子，收起你那套威胁的把戏，在暗拍会场灵石最大，再敢破坏规矩，立刻将你轰出去。1万块，还有人加价吗15000块。15000块一次，15000块3次，成交。第2张完美筑基的门票终于到手了。苏掌柜，待会儿交易会议结束，千万别跟我走一路。这大厅里起码有20道神识死死锁在我身上了。你这是在作死！这么多亡命徒加上万毒谷的毒修盯着你，你打算怎么跑？跑？为什么要跑？既然他们想抢钱，我就在这儿给他们集体办场轰轰烈烈的葬礼。小子，胆子倒是不小，居然敢第一个走出去。动手！万毒噬魂，金光斩，阴风刺。这不是飞羊，是披羊皮的远古凶兽，早算到会被堵门。我要宰了你！不愧是魔门精英，命真硬。小子，别跑！虚张声势，他不过是个炼气8层，大家一起上，剁了他！生计尽是壁垒。啊！什么乌龟壳这么硬？退下！一群废物，阴风化骨，去！我的化骨阴风专破各种5星防御，看你还能躲多久？那就不躲了。找死！火克金，焚血！水木相生，玄水束缚。滚开！我的经脉！逼我用底牌，你们都给我一起死吧！阴雷珠，去！阴雷珠是一次性的消耗品，而我的巨型火鸦背后有着生生不息的5色真元支撑。木生火，爆炎明压，去！给我吞了他！不，这不可能！你一个炼气8层，怎么可能有这么庞大的真元？哈！刚才这一套连招对拼，虽然仅仅持续了不到几十息，却彻底抽干了我体内那犹如汪洋般的炼气8成真元。这大5行断灵诀的威力确实逆天，但消耗也是真的恐怖。要是再多来几个，我就只能撒丫子跑路了。这一战纯粹依靠法术的微操、走位和真元的碾压，在惊心动魄的攻防转换中，正面击溃了1名宗门天骄和4名炼气后期凶徒的联手。5个储物袋里光是各种品阶的灵石加起来，就有足足2万多块。
暗号：风过落鬼渊。云碧青木谷，苏掌柜，连防个自己人都用上了2阶的化血毒手，你这谨慎功底见长啊！干我们这行的，小心驶得万年船。你这一走就是大半夜，我还以为你被万毒谷的人劫杀在城外了。几个劫匪而已，送他们早登极乐了。2万多块灵石，你这叫打劫？你这是把万毒谷的家底给抄了吧？运气好，顺手牵羊罢了。老规矩，灵石对半分，法器你拿去融了炼阵，毒草。有一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在落霞普地时，你拿毒药威胁金算子，那可是元婴老怪，他只需一个念头，就你连拔平行塞的机会都没有，他为什么会怕你？苏掌柜，你用神识仔细看看这瓶塞上有什么？这是绝命同心丝，我心跳异常或神识被扰，它就会自动打开瓶塞。金算子看出来了，知道动我就是同归于尽，这才是他不敢动手的原因。把算计做到了绝路，连自己的安危都算进去了，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怪物。承蒙夸奖。夜深了，休息吧，明早还要开店营业呢。1万多块灵石到手，是时候把那株流失了7成灵气的紫侯花给提纯了。怎么回事？提寸不动了。之前他能一夜之间提寸极品功法和毒液，可能是因为在秘境里吸饱了上古血闪之气，透支了底蕴。现在回到了苍梧仙城外围这灵气稀薄的地方，按照这暗淡的频率，想要提寸这株2阶上品的紫侯花，起码需要大半年，要么就得拿极品灵石或者海量下品灵石去为它补充底蕴。照这个速度，缩短到1个月应该没问题。真是个吃钱的祖宗啊！罢了，趁今晚先把修为推到炼气9层大圆满。等阶无敌的代价，就是升级所需的资源是别人的几10倍。我刚才砸进去的资源，连炼气9层的门槛都没摸到。本以为有了2万块灵石已经是个富豪了，现在看来，在大五行断灵诀和青皮葫芦这2个吞金没兽面前，我依旧是个穷光蛋。必须搞钱，而且是搞大钱。明天那古方残丹的生意得提价了。苏掌柜，我出500块下品灵石，给我1颗古方残丹。滚开，老子出600块！谁敢跟我抢出了这城东区，老子让他好看！古方残丹的真正买家，从来都不是底层散修，而是这帮有钱且惜命的亡命徒。今日残丹底价600灵石，依然只有3颗，价高者得。是黑虎帮的副帮主刘阴蛇。嘘，小声点，可是这城东区的地头蛇，听说他们背后是3大商会之一的万宝楼在撑腰。苏掌柜是吧？你们这破店最近挺红火呀，一天赚个大几千灵石，连我们黑虎帮的孝敬都敢不交。我看你不想在这仙城混了吧？识相的话就把这个月的平安税和8成的利润都交出来，还有你们店里的配方也得交出来。有客来开门做生意，交过仙城的访视税，不知这孝敬从何说起？访视税是给联盟的，在这城东的地面上还得多交一份平安税。明人不说暗话，你们这所谓的古方残丹，我家帮主看上了，交出那丹药的残方，以后你们这店的利润，黑虎帮抽8成，剩下的2成算是给你们留的辛苦费，否则就别怪我们黑虎帮不客气了。你刚才说要几成？气息虚浮、根基尽毁的废物！小子，滚一边去！本座说抽你们8成，并且交出配方，听清楚了吗？8成，很公道。掌柜的，既然黑虎帮的这位大爷开口了，咱们做小本生意的哪敢得罪？不过配方繁杂的很，3日后我亲自送到黑虎帮堂口，如何？算你这识相，就给你3天。3天后要是见不到配方，本帮主就拆了你这破店，让你在城东混不下去。得罪了黑虎帮，这店算是开到头了。赶紧再买2颗丹药防身吧。今日残丹，价高者得。这位爷可是喝高了。滚开！没长眼睛的东西，敢挡黑虎帮的路！滚开！别死我的脑袋，好痛！帮主救我！支援，我的支援停不下来了！哟，这黑虎帮的副帮主挺富啊，居然还有一封写给万宝楼管事的分赃信。本来只是想杀只鸡敬个猴，既然你们跟万宝楼有勾结，那这盘棋咱们就玩得再大一点。废物，全都是废物！帮主，仵作看过了，刘副帮主是昨天夜里喝多了酒，体内真元逆流，走火入魔暴毙的。
现场没有任何法术轰击的痕迹，也没有中毒的迹象。走火入魔，放屁！老二修炼的是极阴柔的水系功法，最是平稳不过，怎么可能突然走火入魔？这绝对是有人暗算。昨天老二刚去了那家卖古方残丹的店，晚上就走火入魔死在了巷子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那个小子绝对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立刻通知执法队！不行，老二身上带着我跟万宝楼王管事私吞灵石的账目信件，要是被执法队搜出来，我也得掉脑袋。该死，信被拿走了。今晚3更，召集帮内所有炼气7层的精锐，带上破阵符，老子要亲自踏平有客来，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位前辈，请问您？我要见你们这里管事的。万宝楼最高级别的客卿令，这可是只有元婴老祖金如子才能亲自发放的信物。前辈息怒，您里面请。不知客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茶就不喝了，初来苍梧仙城，本想清修，却不想昨夜被一个不长眼的毛贼惊扰了清梦。我顺手送他上了路，却从他身上搜出了这玩意儿。信件详细记录了万宝楼王姓管事勾结外城黑虎帮，常年低买高卖，吞没高阶物资的账目。这不是贪污，是在挖万宝楼的根。好胆，区区一个外城管事，竟敢勾结黑帮啃食商会！多谢前辈揪出这等内奸，这份人情万宝楼记下了。晚辈这就去清理门户。且慢，我平时喜欢去外城东区一家叫有客来的小铺子买点残丹为零售。听说这黑虎帮最近在找那家店的麻烦，我不喜欢有人动那间铺子。前辈这是在借刀杀人，不过既然要清理内鬼，这群帮凶爪牙自然一个都不能留。前辈放心，今晚3更之前，苍梧仙城再无黑虎帮。只要把万宝楼掌权者的逆鳞和地头蛇绑在一起，我不用动一丝灵力，就能让这些恶霸灰飞烟灭。接下来就要去黑虎帮总堂了，别人去抄家灭门，作为一个过路的散修，我只是帮忙转移不义之财，很合理吧？弟兄们，今晚踏平有客来，里面的灵石和极品丹药，大家平分。万宝楼执法长老，这是误会，我们是王管事的。姓王的已被就地正法，大掌柜有令，黑虎帮盗窃商盟物资，一个不留，杀！雷虎！前面打得热火朝天，这后面倒是清静。那蠢货把看守宝库的精锐全调走了，真是个大善人。这大门我就收下了。五行同化，开！全归我了。老子跟你们拼了！封锁宝库，给我强行戳开！苏掌柜，过来分钱。6万多块灵石，你出去一趟，把万宝楼抢了？抢万宝楼那叫找死！我只是去帮万宝楼提前清点了一下黑虎帮的赃银罢了。借万宝楼的刀杀恐吓自己的地头蛇，最后还把他们的宝库给清空了，这简直把吃干抹净4个发挥到了极致。这些矿石和法器全归你，灵石我拿4万，剩下的归你扩建阵法。我现在只有一个目标，里面那株紫猴花饿了大半个月，今天终于能让它吃顿好的了。吸吧，我今天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你喂饱。完美级筑基主药，
紫侯花本源精华，4万灵石换1滴精华，值，太值了！3大筑基主药玉髓之紫侯花皆已就位，现在只差天灵果，只要凑齐，把修为推到炼气期9层大圆满，这修仙界的天道，我要踩在脚下筑个基！你出关的正好，外面风向不对了。昨晚万宝楼灭了黑虎帮后，今天一早，程卫军和万宝楼的暗探就把整个东区封锁了。他们不仅在查黑虎帮的余孽，更在秘密搜查黑虎帮那不翼而飞的宝库。咱们这间铺子因为距离太近，已经被几道隐晦的神识扫过好几次了。万宝楼想黑吃黑却扑了个空，现在肯定急得跳脚。咱铺子日进斗金，太惹眼，趁火没烧过来，立刻关店。关店？没海量灵石撑着，你那吞金的功法拿什么冲炼气9层？关店不代表断了财路，明的不行，咱们就转做地下暗网。2位掌柜，叫李某来有何吩咐？只要用得着我李三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赴汤蹈火就免了，有笔大生意跟你做。铺子我关了，但丹药还炼。以后你就是我在苍梧仙城的独家走货人，有钱大家一起赚。走货人？没错，以后凭玉简传讯，暗装交钱取药，全程不见面，底价600灵石，能赚多少各凭本事。独家货源，这是把一座金山塞进我怀里啊！多谢前辈，李三绝不走漏半点风声。实在高明，让他在明面顶包，就算被搜魂，也查不到咱们头上。这叫规避风险。从今天起，有客来关门，咱们搬去内城，租个最顶级的洞府，开启日夜闭关。哼，30万灵石，这笔足以让任何筑基期老怪都眼红的恐怖巨款。在我眼里，财富再多，转化不成境界，终究是虚妄。同阶无敌，大五行真元果然霸道。我现在的真元厚度和神识强度，足以正面硬熬普通的筑基初期修士。你要天灵果？顾长生，你是不是在这洞府里闭关闭傻了？不知外界岁月了。天灵果只产自落峡谷秘境，如今正魔在那儿死战，你待过的青木宗快被打残了，外围全被魔修的血煞大阵死死封锁，别说灵果，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青木宗快覆灭了，真是报应。不过他们死活与我无关，我只要天灵果，真没别的渠道了。有，但跟送死没区别。星海商盟在前线大本营急招高阶炼丹师和阵法师，据说他们的军需库里有天灵果，能拿战功换。回前线？1年前我才刚从那儿死里逃生，现在为了筑基，还得自己送上门。前辈，前线甲子1号绝密丹师已备好，重兵把守，除苏阵师外，绝无人干扰您半步。我喜欢安静，商盟的规矩，别让我失望。那是自然，您肯出手是前线之幸。天字号穿云早已就绪，前辈请上座。1年前，在底仓随时准备给内门弟子挡刀，如今前线甚至还要争相求肯我炼药，世事如棋啊！青木宗的长老天骄们，你们可要撑住了，我可是带着仙当来救你们的命了。恭迎前辈，晚辈奉命，请前辈走天慈号空间密道。前辈能来，真乃前线之幸。这别院已布下极品阵法，任何人不会打扰。总管客气，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但这规矩万宝楼应该交代过了吧？自然，材料阵法中转，成品阵法提取，苏阵师可全权接管别院阵法。别来虚的了，商盟的军需功勋不好拿。赵总管既然想试探我的斤两，把考验拿出来吧。前辈慧眼，前线魔修投放血煞杖，这批1阶极品紫血参全被污染。前辈若能用这废草炼出解毒丹，以后您的要求，晚辈绝无二话。修仙界真是到处都是好人啊！别人怕血煞杖，我的葫芦可是最喜欢这种了。这种废料也拿来考我？出去等2个时辰。苏掌柜，关门。这赵总管心挺黑，拿必死的局试探你，你真有把握？把握？我需要那种东西吗？搞定。苏掌柜，到点叫我。虽然半个时辰练完，但咱们得睡够1个半时辰，装出一副耗尽心血的样子。这家伙的演技简直已经融入骨髓了。幸不辱命，这血煞杖太棘手，耗了我大半真元，脉象不好，你自己验吧。前辈，纯度9成9，您真乃神人也。从今天起，甲子1号库的污染灵草任凭您取用，您的战功，晚辈按最高规格双倍上报。好说。听闻贵盟宝库存有几颗新鲜的天灵果，有3颗，
若前辈一月能出300颗极品解毒丹，晚辈亲自奉上。成交，300颗，不过是葫芦几日的提纯罢了。筑基的最后一味主药到手了。前辈，您这批残丹在前线救了无数同道，高层谁人不知？这是商盟为您寻来的灵药。玉髓之子后化天灵果，完美筑基主药终于集齐，加上手里的灵石，随时可闭关冲击筑基境。些许虚名罢了。我炼丹心神损耗甚大，即日起闭关，不再开路接丹。前辈，密道外跪着几位青木宗长老，已经磕了1夜的头了。青木宗，他们求什么？他们大长老中了魔修的血煞噬心毒，命悬一线。盟中长士也希望您破例赐下玄元化毒丹，把数万底层弟子送去血祭田镇的老匹夫，也有今天。哼。哦，既关乎前线大局，我自当破例，让他滚进来。青木宗刘长老，叩见前辈，求前辈慈悲，救我宗大长老。太熟了，当年在内门视我如草芥的刘师兄，如今却这般在我脚下摇尾乞怜。刘长老升了职，这行礼的姿势倒是越发熟练了。你是顾长生？怎么是你？你这废灵根的噬药童子，不是死在坠毁的灵舟上了吗？这不可能，那个连蝼蚁都不如的药度，怎么会是让前线大能排队跪求的神秘大师？放肆！前辈息怒，饶命啊！命可以救，拿镇宗秘法预入长青诀踏本，外加5万下品灵石来换，少1颗就回去备棺材。什么？前辈，这要求太深，晚辈做不了主。5万灵石是要抽干半个宗门宝库，镇宗之宝怎可外传？做不了主，那就滚！大长老若死，青木宗连最后的根基都保不住了。我答应。此乃玄元化毒丹，药性刚猛，服下后半年内绝不可妄动真元，否则爆体而亡。下手真狠，生生掏空了人家半个宗门的底蕴。那参毒的残丹，足以让那大长老经脉尽毁，彻底成废人。弱肉强食罢了。昔日他们拿底层杂役填命时，可曾手软？他能活命已是恩赐。资源已齐，苏掌柜封死大阵，我要闭关炼制筑基丹。这修仙界，我也该去踩一脚。哼，苏掌柜，开阵！这密室下连着3条极品灵脉，将聚灵阵超负荷运转，用商盟的底蕴来温养咱们的葫芦。成了，这3瓶极品药液若现世，足以让外面的金丹老怪掀起一场血雨腥风。开炉！疯子，丹廊要炸了！灵丹印接！丹云异象，这是无暇灵丹出世之兆。一旦契机泄露，全城高阶修士必会蜂拥而至。死守阵法，绝不能泄露半点契机。9颗无暇筑基丹，大宗门耗费100年也未必能成2、3颗。你这一炉彻底颠覆了丹道铁律。若非青木宗那5万灵石填补了阵法消耗，还得我自己掏腰包，拿仇人的资源炼咱们的神丹，痛快！这极品护脉丹和无暇筑基丹你拿去，赶紧突破！我可不想日后遇险，搭档连遁走的力气都没。这等神丹足以让各路天骄疯狂就争夺，你就不怕我杀人越货，独吞剩下的？你是聪明人，杀我只得8颗筑基丹，留我，日后自有源源不断的极品神丹。苏掌柜，替我护法。今夜我要叩开筑基大门，炼气不过150载，终是肉体凡胎。今日真元化液，寿增300，御剑成风。我顾长生定要跨过这道凡仙天堑。药力不够，五行同修竟是个无底洞。疯子，你4颗无暇丹的伟力，足以把3阶大妖撑爆成血雾，他在找死！给我拧！
凌压之后，竟直逼筑基中期巅峰。他此刻的战力足以在同阶横行无忌。守300载，神识扫200丈，这就是筑基。青木宗的镇宗之宝，不过是我补全大武降生机的一块拼图罢了。从此以后，这天地间才算有我落子之地。你永远不知道暗处隐匿着什么妖怪。底牌漏1成威慑，漏10成，那就是取死之道。是血色烽火令，有金丹大能在强轰护城大阵。血煞宗这群疯子竟敢强攻商盟重镇，看来前线战局已彻底微烂。是血煞宗的桃花软禁杖，整个仙城的通风阵法都被破坏了。前辈，您出关了，太好了！快随晚辈去核心传送阵避难。传送阵，现在这整座云梦仙城都被魔修用大阵封锁了空间，你们那传送阵这时候还能用？这是盟主留下的紧急单项传送令，或许能冲破封锁。贺火，你赵总管，对不住了，血河老祖说了，今天商盟的高层一个都不留。死吧！那枚战备库的储物戒指是本座的了。苏清生，前辈，别说话，省点力气。前辈，这戒指里装着前线军需库一半的极品灵药和灵石，求您一定要把它带回万宝楼，交给大掌柜。放心，我这人最重承诺，保证这戒指里的资源绝对不会落入魔修手里，我会亲自把它们削干干净净，一滴都不浪费。黄泉路远，不送。苏掌柜，商盟的通气暗道阵法你早摸透了吧？带路，撤！顾长生，方圆百里全被魔道大阵封锁了，天罗地网，我们往哪儿跑？只要是阵法，就有缝隙。什么人也敢在本座眼皮底下借阵逃脱？留下！报！血河老怪，咱们的账以后慢慢算。800灵石一颗残丹，昨天还是400，你们怎么来2颗？救命啊！战时要价，一天一变。下一个。正魔大战真是个好东西，苏掌柜，放出风去，下一批货再涨2成。万宝楼内部符号发出来了，客卿东方白在云梦仙城遭遇魔门金丹偷袭，力战不屈，悲壮殉道。金算子为了表彰你的忠烈，还特批了这笔丰厚的抚恤金。死得好，死得壮烈，这笔安家费我就替东方前辈笑纳了。这前线的战报简直看得人头皮发麻。青木宗彻底完了，大长老虽然吃了解毒丹保住一命，但修为大跌。血煞宗强攻云梦仙城，星海商盟损失惨重。金算子暴怒，已经下令全面清假魔修。苏掌柜，聚宝斋的阵法都布置好了吗？这还需要你废话？3套3阶防御阵法嵌套，就算是金丹初期来硬拆，也得崩掉2颗大门牙。很好，我还布置了小型的跨城传送阵纹，真遇到死局，能直接传送到城外的秘密安全屋。很好。这苍龙仙城的乱世才刚开始，狂刀李三那边联系了吗？听说我死了，他没跑吧？他差点吓得披麻戴孝，我已经告诉他你根本没死，而且以后的丹药供应还会翻倍。不过从今往后，他只能做绝密的地下隐秘交易。漂亮，只有让他知道我还活着，他才会乖乖听话。走吧，苏掌柜，该去看看那位军需总管到底给咱们留了多厚的一层油水。
这可是大本营军需总管的戒指，你这算是把云梦仙城的家底都给掏空了。今天就算开眼了。准备好被宝光晃花眼了吗？这么多，300块极品灵石等于300万下品灵石，这赵总管是把大本营的军需储备库翻空了一小半啊！灵石只是底气，在乱世保命，光有钱可不够，这里面的好东西才是咱们安身立命的本钱。看看这几件至宝，这是半部法宝级别的成套暗器，无影幻杀针，可惜阵纹断裂，现在顶多算个1阶极品。残缺的好，我最喜欢残缺的宝物。2阶极品飞剑，裂空游龙剑，剑出无影，御空无声，不仅补强了御空遁逃的短板，更是近身搏杀的绝佳利器。2阶极品防御软甲，墨灵天蚕甲。这软甲贴身穿戴，不仅能硬扛筑基后期大修的全力一击，更能完美掩盖体温和气机。确实是好东西，穿上吧。在外面足以引起金丹修士下场抢夺，他就这么随手给我了？给我？你这怕死的老狐狸自己不穿？你现在是聚宝斋的老板娘，每天在外面抛头露面，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你若是有事，谁来替我卖药赚钱？用最毒的药，最狠的话，做最护短的事，这般行事倒叫我看不透了。2阶极品异宝，摄魂夺魄环。好霸道的群空音波！袖藏无影毒针，头插隐形飞剑，腕带夺魄阴环，而身旁还站着一位身披绝命反伤毒甲的顶尖阵法师，整个人看似一介手无缚鸡之力的儒雅书生，实则全身上下已经全副武装，堪称一座移动的绝命杀阵。顾长生，外面的物价疯了，青木宗防线被破，溃军涌入仙城，疗伤解毒丹半个月内暴涨了30倍。咱们的古方残丹以前卖400灵石，现在黑市上已经炒到了8000块下品灵石一颗。狂刀李三天天催货，他靠着垄断咱们的药，手下猎妖团已经扩张到300人了。通知李三，断货3天。断货？这可是日进斗金的时候啊！奇货可居的道理你不懂吗？外面越乱，越不能大批量出货。告诉李三，所有极品残丹只接受以物易物，咱们不要灵石，只要高阶阵法残卷失传丹方，3阶以上珍稀灵矿。那些溃逃下来的宗门长老手里绝对捏着大量的宗门底蕴，我要趁火打劫，把他们的牢底全掏空。刘长老，大长老经脉被死死堵住，再没极品续命丹，今晚就要作化了。宗门被灭，逃亡至此，曾经高高在上的名门，如今连买颗疗伤丹的灵石都凑不出。去黑市求那个东方大师的极品残丹，只要1颗就能吊命。去过了，可李三说他们的极品丹药不卖灵石，只换高阶传承底蕴，我们哪儿还有底蕴啊？拿青木宗的剑宗令和3阶灵脉核心去，告诉他这是我宗千年最后的底牌，哪怕换1颗药，也要救大长老。前辈，青木宗难民求药，抵押物品皆极高，请您定夺。青木宗啊，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刘长老，药换来了，可咱们的剑宗令和灵脉核心全押给人家了。只要大长老能活，大长老快吞下去，青木宗有救了！啊！我的真月！我的经脉被封死了，哎，这根本不是救命的药，这是废去修为的绝户毒丹。顾长生，你好毒的心啊！去外城暗堂找夜宵杀手组织，告诉他们顾长生手里有3阶木系灵脉核心，还有剑宗令。他就是个没有大宗门背景的横财散修，用那些本属于我们的至宝当做诱饵，引这群亡命头去杀他。老夫要他死无葬身之地。守住青木宗。大长老！主子，出事了！青木宗那个姓刘的疯了，他跑到西区暗堂里大肆宣扬您手握3阶灵脉核心和剑宗令的绝密消息，并也要杀手组织夜宵去杀您夺宝。据说他们那个炼气9层大圆满的头目已经接了单，正集结人手。知道了，辛苦你了，先下去吧。是。拿我手里的东西当做悬赏的筹码，这算盘打得倒是精明。3阶灵脉核心的诱惑，
足够让那些不怕死的亡命徒像蝗虫一样扑过来。看来必须赶在他们走出堂口前，把这场火灾的源头，连同煽风点火的人一起彻底掐灭了。苏掌柜，这身软甲穿着还合适吗？轻若无物，而且能完美掩盖契机。怎么，有人盯上咱们的货了？不过是几只循着气息觊觎机缘的跳梁鼠辈罢了。走吧，苏掌柜，陪我去夜宵的堂靠散散步。3阶木系灵脉核心，外加1块剑宗令，青木宗临死前还能咬出这块肥肉，这笔生意我夜宵接了。那聚宝斋掌柜不过炼气期丹师，杀他易如反掌。多谢鬼老大，只要你们提着顾长生那个小子来见我，这2样东西就是你们的。那是自然，不过为了防止你把这个消息再卖给别人，刘长老，你还是先在我这里歇息几天吧。啊！敌袭，结阴杀阵！土生金，金石壁垒。木生火，去！你是聚宝斋的人，筑基期大修，情报不是说你是个普通炼丹师吗？现在才想走，晚了。怪物，你是个怪物！用我的钱悬赏我的命，刘师兄，你这无本买卖玩的，可比你们大长老高明多了。顾长生，你这个魔头，你不得好死！我就算死也要咬下你一块肉！苏掌柜，这件新衣的防身效果还算满意吗？毒风经脉，瞬间气绝，很满意，简直为我量身打造。安心上路吧，刘长老。葫芦，吸纳浊气，提纯灵脉。好精纯的木系本源，经脉暗伤全无。300载，我苏清寒如今也有了整整300载的寿元。这个算无遗漏的老狐狸，竟用这等惊天造化为我铺出了一条长生大道。顾长生，我筑基了，我没有暗伤了。你穿上那个毒甲抱我，是想毒死老子吗？我今天没穿。没穿毒甲还敢随便抱人？去旁边护法。五行熔炉，给我全开！跨越一个小境界，居然抽干了大半个3阶灵脉，这变态的功法简直是吞金兽。现在的我，哪怕不用毒，仅凭真元连击，也能把普通筑基后期按在地上摩擦。这外城的池水太浅，已经装不下咱们这2条大鱼了。老狐狸，你打算怎么做？立宗正名，由此令，咱们便不再是普通散修，可名正言顺开山立派。那你呢？见隐仙商会，你做明面掌柜，与万宝楼结契，统领所有丹药生意；我做隐士丹师，你在明处，谁若阻拦，我便在暗中替你扫清一切障碍。快闪！是筑基前辈的盾光！
长生部下的局该落子了。前辈，您这是青木宗的剑宗令。青木宗前线溃败，这宗门已经除名了，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如此年轻的筑基期女修，拿着剑宗令？家师陨落前，将此令托付星海商盟，东方前辈殉道前转交于我。怎么，正道联盟还要查星海商盟的旧账？不敢，前辈既有此令，自当在仙城外围重建山门。按规矩，筑基修士持令，可划破一座1阶极品灵山，对吧？对，城东翠霞峰与城南七云岭皆空置，灵气充沛，最宜开宗立派。我不要这些显眼之地，我要这儿。城西300里绝灵谷。绝灵谷？前辈莫不是在说笑？那里的地脉早就被上古大能打碎了，那里不仅灵气枯竭，残存的暴乱灵磁更会让修士真元逆流溃散，白送都没人要啊！废话真多，本座精通阵法，偏爱挑战这等凶险绝地。既然白送都没人要，我拿剑宗令换他，你们联盟还得倒贴我百里附属封地。既然前辈执意如此，晚辈立刻给您办理地契。前辈，这是地契，请拿好。拿到了，绝灵谷拿了，但那名相还有青木宗残党，万一告发我身份造假。放心，昨夜帮派械斗，那几位怕是已经魂归天地了。真服了这老狐狸，洞天福地不要，天选灵气枯竭的废地。洞天福地是活靶子，绝灵谷的暴乱灵磁便是最好的天然神识屏障。只要埋入3阶灵脉，外面是废土，里面便是顶级洞天。避世法则，将山门藏在此地才最安全。五行相生，明。苏掌柜，该你了。3阶隐匿大阵，千幻幽冥阵，起；3阶杀阵，太乙绝杀雷网，起；外围2阶迷踪乱刺阵，起。今日起，隐仙商会成立，谷口剑木阁做迎客铺，让李三驻扎收货，放出风去。青木宗遗孤在此建立隐仙商会，只做极品丹药大宗买卖。你想独揽外城生意，这块肥肉定会惹来地头蛇的觊觎。觊觎？商会初建，不杀几只鸡立威，外人怎知咱们的规矩？我巴不得他们现在就打上门来。听说了吗？绝灵谷那边新开了个隐仙商会，卖的极品残丹效果比大商会的上品丹药还猛，价格还便宜3成。何止丹药，他们还放出话来，要大批量供应2阶极品阵盘，那可是能挡筑基大僧全力一击的好东西。以前只有万宝楼能买到，现在隐仙商会直接打对折。巨熊盟手下500亡命徒，独揽外城3成黑市，连修仙家族都不敢惹。隐仙商会管事滚出来，在我的地盘卖药，拜过山头，交过奉献了吗？苏盟主，我们有正道联盟下发的剑宗令。狗屁剑宗令！青木宗早死绝了，交出货源和女掌柜做侍妾，否则老子今天推平此地。是吗？熊盟主胃口如此之大，当心撑死。还是个带刺的美人儿。弟兄们，砸碎破阵，生擒他！什么鬼东西？谁？是谁在暗算老子？本座不喜聒噪，既然来了，就都留下做肥料吧。声音这么年轻，隔空御宝，这是返老还童的假丹境老怪物，这是一头洪荒凶兽啊！前辈饶命，晚辈这就滚！现在想走，晚了。这老狐狸的手段已经进化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苏掌柜，剩下的交给你处理了，把他们的储物袋收了，把人放回去几个，告诉他们隐仙商会开门做生意，同走无期。但谁要是再敢来试探我们的底线，巨熊盟就是下场。大掌柜，
尹仙商会抢了外城不少生意，难道就放任他们做大？蠢货！贾丹竟独修大能，传令背后里就说万宝楼愿结契盟友，高价收起阵盘。3个月来，商会日进万金，海量废料供我提纯。筑基中期巅峰，凭资源硬生生砸满了别人几10年的苦修，又卡住了。大五行破阶，筑基中期突破后期，不仅需要海量灵气，更要5种极端狂暴的天地本源来点火。光靠1、2阶废草做的灵液虽量足，却已无法刺激五行熔炉产生质变。如今真元厚度虽能碾压筑基后期，但不突破境界，神识、寿元、法术数量都会被天道死限制。修炼至瓶颈了。普通丹药临时不管用了，我的五行熔炉需要更高级、更狂暴的能量冲关。更狂暴的能量？修仙界还有什么比妖兽内丹更狂暴的？妖兽内丹？血煞宗用秘法引发10万大山兽潮，100万妖兽以下斩妖令，高价悬赏妖兽材料。妖丹含煞，常人强吸必死。但你的法宝能抽尽血煞，提纯2阶、3阶妖丹的本源，够不够你冲关？对啊，妖丹是妖兽凝结的日月精华，狂暴无比，用葫芦剔除妖气杂质，剩下的就是最纯粹的天地五行本源。苏掌柜，你真是我的福星！传令，商会即刻起无限悬赏妖丹，1阶、2阶全收。别做梦了，兽潮当头，2阶妖丹是城主府死守的军备，你砸再多灵石也买不到。有钱花不出去。我用废料炼了几颗残差筑基丹，虽仅1成几率，但足以让那些卡在炼气9层等死的散修彻底陷入癫狂。咱们不收灵石，想筑基，那就用2阶巅峰妖丹来换。我这就放消息，尹仙商会老祖急需2阶巅峰妖丹炼制抗魔杀气，悬赏古方筑基丹。规矩不变，只接受以物易物，1枚残差筑基丹换3枚2阶巅峰妖丹，让里3城外散播，数量有限，先到先到。老狐狸，你这招驱虎吞狼玩得越来越狠了。如果不是外围那座散发着恐怖杀机的太乙绝杀雷网震慑着，如果不是前段时间巨熊盟全灭的余威还在，这群疯狂的散修早就把铺子拆了硬抢了。诸位道友，稍安勿躁。我尹仙商会向来童叟无亲，这玄黄凝气丹确有微末禁忌功效，然家祖炼制不易，每月仅出3颗。此丹不卖灵石，不换法器，只收妖丹。欲得此丹者，需以10颗1阶巅峰妖丹或1颗2阶下品妖丹换取竞价资格。苏掌柜，你们这是抢劫，这是让我们拿命去填兽潮啊！钱贵，修仙本就是逆天改命，你卡在炼气9层40年都不敢拼一把，那就继续在城里等死吧。商会的门敞开着，那现在就可以走。我不保证这世上再没有第2家会把筑基的机缘摆在明面上给人，觉得危险大可离去。我尹仙商会从不强买强卖，诸位皆知，这世间能增加筑基几率的灵物早已被各大宗门死死垄断。散修想要逆天改命，几时有过机会？我家老祖耗费无数心血，才以古方炼出这几颗残丹，如今只缺高阶妖丹作为后续的药底。我们明码实价，愿者来换。这或许是各位此生仅有的一次机缘。门打开着，去与留，全凭诸位自己的向道之心。苏掌柜说的对，大宗门把我们当草芥，但尹仙商会给了我们一条明路。修仙本是逆天争命，谁手里有妖胆的，跟我换；没有的，跟我组队去杀。大道无情，在下已非大善人，但我给了他们大宗门绝不肯给的希望。我出丹药，他们出妖丹，至于结果，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和命数了。苏掌柜，这是10颗1阶巅峰妖丹，快给我换丹药！掌柜的，2阶下品冰甲蟒的内丹，弟兄们折了10几个才拿下来。就是现在，给我破！筑基后期，神识800丈，堪比假丹老怪。以我现在的底蕴，若是再遇到毒童子那种货色，连法术都不用放，单凭真元威压，就能将他活活碾碎。顾长生，出大事了！星海商盟的金算子破开外围毒障，只身闯进来了。大掌柜没来，元婴老祖亲自下场。对，他指名道姓，要见尹仙商会背后的那位神秘炼丹老祖。来得好快，既然送上门了，本座便去会会这位老熟人，看看这元婴老怪的骨头究竟有多硬。在我的道场，咱们就隔着这300丈厚土，好好下一盘大棋。3阶极磁大阵有点门道，但想挡住元婴，未免天真。
老夫金算子，道友以残丹驱使散修猎妖，好手段。今日只为求财，可愿与星海商盟做笔大买卖？他看穿了，这老怪眼红提纯妖丹的买卖，想强行吞并配方。强？他若有底气，早动手了。坐着废话，是因摸不清我的底细。想试他，我便让他看看何谓深不可测。金丹圆满，不对，这毒味竟能刺痛老夫的元婴神识，这底下竟藏着这等绝世老毒！金道友跑来我这绝地，就不怕沾染因果，毁了你的元婴大道？元婴面前，露面必留破绽，隐于暗处，以毒威震慑，方是攻心之极致。道友息怒，商盟积压10万代煞妖丹，闻道友有通天手段，我愿出天价换取这提纯秘法，或者道友随便开价，我星海商盟绝不还口。想吞我的秘术，这胖子算盘打得真响，那不等于是想把我的青皮葫芦买走？金道友说笑了，本座这手段乃耗费本命寿元与万载阴火道炼，天下无人能学。不过商盟若有烂在手里的代赦妖丹，本座可大发慈悲，替你们代为炼制。代为炼制，此言何意？废妖丹送来，本座炼成极品丹药，成丹本座留9成，商盟负责押运护道，只拿1成。9成？我商盟出人出灵料，你竟敢吞9成大头，真当老夫是冤大头吗？嫌贵，本座若将此秘法卖给血社宗，你猜魔道会不会派金丹圆满来给本座当看门的？这疯子真干得出！若魔修得此逆天造化，正道防线必崩。手握此等底牌，真能为所欲为。道友息怒，9成便9成，但这般海量妖丹，老夫如何信得过你的出丹速度？苏掌柜，送客，100颗妖丹出50颗极品，若无异议，明晚送10万妖丹来。5成出丹率，且无一丝妖杀，这简直是修仙界的通天聚宝盆。老夫认得你，昔日非洲下，你与东方小友同行，原来皆是老祖高足。前辈好记性。好，替老夫向东方小友问好，也请转告老祖，明晚子时，商盟的10万妖丹物资必定准时送到。绝顶聪明之人，往往死于自作聪明。金算子，这可是你作茧自缚。你刚才真是不怕死，那可是元婴老怪，9一分账，你这是把星海商盟当苦力使唤啊！那是他们活该被坑，10万颗废妖丹，有了星海商盟这个顶级镖局，我连让李三去扫货的力气都省了。苏掌柜，咱们要用整个修仙界的战争垃圾来填满我的5行大熔炉。3个月豪吞1周战争废料，真元已至筑基圆满极限。若就此结丹，这辈子撑死止步普通金丹。无漏金丹需极其极端的天地灵火作引，这等能让元婴老怪拼命的至宝，我去哪儿学？顾长生，别练了，前线正魔大战，停战了！停战？这傻的甄嬛怎会停战？落峡谷地壳坍塌，现出化神大能遗迹，核心阵眼悬浮着异火榜36位，幽冥冷火。幽冥冷火，缺什么来什么。大5行结丹的无上药引竟然现世了！遗迹内还有化阴残方，正魔老怪全疯了，正拼命调集精锐准备破境，咱们掺和吗？那可是必死修罗场。掺和硬抢是蠢货干的事儿。那些老怪破阵入场，最缺的是什么？苏掌柜，带上咱们的残丹和刻有绝命暗纹的阵盘。老怪们破阵入局最缺底牌，咱们便以商盟特使之名，光明正大走进去，榨干他们的底蕴，待其2败俱伤，那幽冥冷火，我要兵不血肉的拿下。明白，我去定军需名分，但那些参毒的药和自毁阵盘，定什么价？让他们竞价，就说阵盘自带遇袭反杀之效，他们绝猜不到那是催命暗纹。老怪物们最怕死，咱们就用保命符送他们上路。这朵幽冥冷火我要定了，化神一祭，我们来了。